第80章炼药师柳席。灯火通明的大厅之中，气氛压抑而沉闷。在大厅中央的桌面之上，摆放着一只小小的绿色玉瓶，淡淡的药味从中散发而出。大厅中坐有不少人，看他们的服饰，显然都是加列家族的高层，而今日所见的加列库也正好在其中。在大厅首位靠左的一处位置之上，一位身穿白衣的青年懒懒地靠着椅背。青年颇为俊俏，只不过那双眼瞳中时不时闪过的一抹银屑，却是生生地破坏了这副容貌。此时，这位青年的一只手掌正缓缓地钻进站在一旁的俏丽侍女的衣裳之下，肆无忌惮的模样，丝毫没有因为人多而有所收敛。在青年的亵渎之下，那名俏丽侍女脸颊略微苍白，眸子之中湿气酝酿，娇躯不断地轻轻颤抖着，可却不敢发出半点声响。这就是萧家忽然搞出来的凝血散，现在我们方氏中的人气已经在开始骤降了。似是没有看见白衣青年的无理举动，加列必望着桌上的小绿瓶，脸色阴沉的道：萧家怎么可能有疗伤药？难道他们也请到了炼药师不成？与萧炎有着不小纠葛的加列奥瞟了一眼身旁的白衣男子，然后皱眉道：加列必老眼微眯，脸色颇为难看。还记得上次在拍卖会遇到的那位神秘炼药师吗？看他当时的态度，似乎对萧家很是青睐。如果这凝血散是他所炼，那我们可就有难了呀。要知道，那人说不定是3品炼药师啊。听着3品炼药师的名头，那位白衣青年终于停下了在侍女身上游动的手掌，有些不舍地抽出手，上前一步拿起小绿瓶，放在鼻下轻嗅了嗅，然后再倒出少许，在手指间轻查了查，冷笑道：什么狗屁3品炼药师，这凝血散的确比回春散药力要好上一些，不过看这成色，炼制之人的品阶明显比我还差，能有这般药力，多半还是因为他的药方有些特殊罢了。闻言，在座的所有人都是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如果萧家真有3品炼药师相助的话，加列家族恐怕就毫无翻身之日了。依我的经验来看，萧家请来的炼药师或许只是一个刚刚入行的菜鸟，借着不知从哪得来的药方，方才炼制出了这凝血散。白衣青年的脸庞上噙着淡淡的不屑。哼，柳席大哥从一瓶小小的丹药中就能看出其主人的底线，眼光还真是毒辣。加列奥笑道，笑容中似乎有着一抹讨好之意。这只是炼药师的基本功而已。被称为柳席的白衣青年谦虚地摇了摇头，只不过脸庞上浮现的隐晦得意，却并未瞒过在座的一群老狐狸。虽然回春散药力的确有些逊色于这凝血散，不过两者也相差不多。现在方氏人气骤降，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提价太猛的缘故，等我们将价格回调之后，人气也就会慢慢的回来。不过想要回到以前那种场面，却是有些困难了。毕竟这凝血散将会拉走不少的顾客，以后乌坦城的疗伤药市面，萧家也会插足进来了。加列必略微沉吟，缓缓的道：要回调价格？闻言，柳席眉头一皱，显然有些不悦。他已经习惯了高价出售，现在忽然降价，他还真有点受不了。见到柳席这模样，加列必在心中骂了一声没脑子之后，只得含笑解释道：柳席先生，现在的市面不比前段时间，以前我们可以垄断乌坦城的疗伤药市场，可现在却是不行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降价，以此来拉回人气。无奈地摇了摇头，柳席撇嘴道：随便你怎么搞吧，不过当初我所说的份额，你就算是降价了，那也得照以前的3倍价格给我分成。眼角忍不住地抽了抽，加列必心头冒起丝丝火气，深吸了一口气，脸庞上依然堆起热切的笑容，只不过这笑容看上去似乎有点冷。当然，柳席先生的那一份，我们一定会照约定全部付给。满意的点了点头。柳席再次坐回椅子，更加放肆地将身旁的俏丽侍女搂在怀中，上下其手。柳席先生，现在我们的回春散所剩已不多，我先前已经派人去米特尔拍卖场采购药材了，到时候恐怕还得请你劳累一下。加列必笑了笑，补充道：另外，昨天侥幸购买来了一对塔戈尔大沙漠的珍稀蛇女，在下已经将他们送到了先生的房间。听着又要动手炼药，
柳溪脸庞明显有些不耐，不过当蛇女两字入耳后，不耐立马变成了银屑，双眼放光的点了点头，大包大揽的道：“只要药材足够，回春散的数量，族长不必担忧。”见到这般容易便让的柳溪点头，加列毕嘴角挑起一抹得意与不屑，心中冷笑道：“被色欲充斥脑袋的废物，除了会炼药之外，一无是处。”冷笑着摇了摇头，加列毕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笑容满布的和柳溪谈论着一些他最感兴趣的风花雪月事来。再次与柳溪笑谈了一会，一名族人急匆匆地撞进了大厅，然后快速行至加列毕身旁，低头在其耳边一阵窃窃低语，含笑地听着族人所述。片刻之后，加列毕脸庞上的笑容逐渐僵硬，手中的茶杯咔嚓一声化成粉末，粉末汇合着茶水顺着手掌滴答而落。该死的米特尔拍卖场竟然和我玩这套！满脸森然地站起身子，加列毕愤怒地咆哮道，狂暴的气势猛地至其体内暴冲而出，小小的风卷在半空中传出呜啸的轻声。那与加列毕相距最近的加列奥被这股强悍的气势压迫的胸口有些气喘，赶忙退后了几步，急声喊道：“父亲！”加列奥的喝声让的加列毕回复了许些清醒，脸庞略微抽搐，然后阴冷地坐了下来，森然道：“米特尔拍卖场现在拒绝向我们加列家族出售药材了。”此话一出，大厅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是面面相觑，满脸惊恐。怎么可能？米特尔拍卖场不是一直保持着中立吗？怎会如此针对我们加列家族？闻言，加列库脸色一变，颤抖着失声道：“在足够的利益面前，谁会一直保持着无谓的中立？”冷哼了一声，加列毕缓缓地吐了一口气，瞟了一眼那因为他的气势而有些狼狈的柳溪，冷声道：“我想这事恐怕和萧家脱不了干系，他们没这么大的能耐让米特尔拍卖场拒绝向我们出售药材吧？”加列奥喃喃道：“哼，谁知道他们是用了什么条件来打动米特尔拍卖场？”加列毕摸了摸苍老的脸庞，心头不知为何却是腾上了一抹不安。现在怎么办？没有足够的药材，我们的回春散很快就将会销售殆尽，到时候方是无人的场面就该轮到我们了。加列库焦急的道。咬了咬牙，加列毕阴冷的道：“站在我们这边的还有不少药材店，先去派人将他们手中的药材收拢过来，尽量支撑一段时间，实在不行那就去别的城市高价收购药材，我就还不信了他萧家能把手脚插到其他城市。”说着，加列毕顺手端过另外一只茶杯，却是发现自己的手掌似乎在轻微的颤抖着，咽了一口唾沫。加列毕有种莫名的感觉，加列家族似乎遭惹到一些惹不起的东西了。